欢迎来到壁画太多。今晚我们要一起走进一块曾经神秘又混乱的土地——新疆。在那个民国年代，新疆远离中央，靠近苏联，是个能藏龙卧虎也能暗藏杀机的地方。戈壁滩上风沙卷起，异路孤烟里，一位穿着军服的男子站在地图前。他不是主角，但他即将改写这片土地的走向。民国刚成立那几年，北洋军阀轮流坐庄，中央权力就跟电视剧里换主角一样频繁。新疆这种偏远地区也就成了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地方。辛亥革命爆发时，新疆依旧延续清朝的治理方式，革命的风一时难以吹到这里。等到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新疆这边基本还是自成一国，中央政府的命令到不了这里，反而是当地的督军和地方势力说了算。那会儿的新疆，别说民国政府，连北洋系都懒得真正插手，因为太远太费事，回报太低。可正是这种没人管的状态，让新疆成了某些人一步登天的好地方。最早抢占先机的是一个叫杨增新的角色，这位是个老练的清朝官员，趁着乱世先发制人，在1913年干脆宣布自己当新疆都督。这人别看出身低，但脑子够用，一边向北洋政府示好，一边对地方势力下狠手，还和俄国人眉来眼去，搞起了资源交换。整个新疆硬是让他用铁腕管了10多年。但杨增新也不是铁打的，终究活不过时代变局。1928年，他在办公室被人一刀捅死，谁干的？到今天还有争议，但背后那盘棋已经慢慢显露了端倪。杨增新死后，接班人是金树人。这位金大人本来是搞教育的，结果误打误撞成了新疆掌权人。金树人的最大问题就是太想做文明建设者，一上来就搞汉化，办学校，建图书馆，还强行推广国语。可他忘了，新疆不是个能靠教科书治理的地方。这一搞，少数民族不满了，地方官员也不买账，各路军阀蠢蠢欲动，就连苏联那边也开始盯着这里的一举一动。在金树人的统治下，新疆越来越乱，社会矛盾越积越深。1933年，南疆爆发了喀什暴动，甚至传出东突厥斯坦建国的口号。外面看是民族问题，实际上是各方势力借机上台。这时候，一个叫盛世才的人悄悄冒头了。谁是盛世才？这会儿，他只是金树人的一个小副手，表面上负责民政，实则一直在暗地观察局势。别看他没啥名气，但他心里算盘打得比谁都响。盛世才的第一步棋是取得苏联的信任。他知道，要想在新疆混得开，得找靠山，而离新疆最近、最强势的就是苏联。于是，他派人去跟苏联领事馆密谈，开始铺路。这时候的苏联也正想找个听话的代理人，对他兴趣浓厚。但这时候的盛世才动作还不明显，他还在等一个机会。机会来得比想象中快。1933年底，金树人因为局势太乱，控制不了局面，想逃跑，但还没走成，就被迫下台。盛世才顺势出招，他和军方一拍即合，以维稳为由发动政变，宣布自己接管新疆政权。这次操作表面看是突发，其实早有准备。他先用苏联的默许搞定外围，再拉拢军队稳住内部，还顺便安抚了部分民族领袖，堪称一套标准的政变教科书。金树人灰溜溜地离开乌鲁木齐，一路被押解回内地，连个告别仪式都没有。盛世才上台之后，没急着发号施令，而是保持低调，一边清理旧人，一边观察各方反应。他很清楚，自己的位子不是铁打的，
如果不把四面八方的利益平衡好，迟早出事。于是他开始主动释放善意，向苏联示好，派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还请苏联技术顾问来新疆搞建设。短短1年内，新疆从一个混乱之地变成了苏联在中国的样板区。这种合作一开始确实让新疆安定了不少，经济也有所起色，但代价是苏联势力大举进入新疆，从情报机构、军队顾问到语言教育，全方位渗透，几乎把这儿当成后花园。盛世才心里有数，却装作没看见，继续在表面上做着亲苏派的样子。可其实他已经在酝酿第2轮布局。就在新疆表面风平浪静时，边疆小镇不断传来骚动，民族问题、宗教冲突、武装叛乱，全都一锅端出来，等着他这个新主子来收拾。而盛世才也终于从那个表情严肃的副官成长成了能玩政治牌的统治者。新疆这场大戏刚刚拉开序幕。盛世才刚上台那会儿，外界都在观望，中央政府不敢轻举妄动，怕惹出乱子。苏联表面满意，实则在测试他到底有多亲。地方势力则保持沉默，看他能不能稳住局势。这时候的盛世才表面上在搞安定，其实在下棋，每一步都踩得极小心。他不是那种凭运气上位的军阀，而是一步一算，步步为营的老狐狸。他清楚自己底子不厚，要坐稳位置得靠人脉和筹码。他没什么豪门背景，也没有老班底，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能屈能伸。上台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不是大开杀戒，而是把原来经术人的亲信一个一个的调离岗位，软性处理。你不听话，那就让你去干个文职顾问，你有意见，那请你到边缘省份考察工作。一时间，乌鲁木齐官场风声鹤唳，却没人能抓住他把柄。在这场静悄悄的换血过程中，盛世才逐渐扶持起自己的班底，尤其重用几个能打仗、会办事的军事干部，比如陶峙岳和张仲林。用人标准就2条，一是对自己忠诚，二是手上有兵。其他那些打嘴炮的文官、讲理想的学者，他都搁一边，先把安全线守住。这种做法看起来现实冷酷，本质上是因为他深知这个地盘只能靠武力保住，上台容易，下台就会很惨。他还非常注重对外关系，这外不仅仅是苏联，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民族势力。对苏联，他继续高举友谊大旗，不仅让苏联顾问在新疆开讲座，还开辟了专门的苏联文化馆，鼓励新疆人学俄语、看苏联电影，甚至在学校开启列宁选集课。他知道苏联人最吃这一套，搞意识形态认同比什么都像。但这种讨好也不是没代价。苏联顾问进来后，不光搞经济，还开始插手公安、情报，甚至军事。比如乌鲁木齐的情报部门就有苏联人常驻，换句话说，他们随时可以监听、调查盛世才自己的动向。这种事情别的军阀早报走了，但盛世才表面笑眯眯，背后已经开始布防。他把真正核心的军队、警备系统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从来不让苏联人插手最关键的指挥权。对中央政府那边，盛世才也是一边敷衍一边拖延。蒋介石几次派代表来新疆，试图谈收归国有，但每次来的人不是被晾着不见，就是被盛委员长请去看风景、喝奶茶，最后连正事都没谈几句。他不拒绝，也不答应，典型的拖字诀。但他每次都会送礼，比如特产、皮毛、宝石、干果，这些东西拿回去，中央也不好发作。他最微妙的操作是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他知道新疆不是一个民族能控制的地盘，光靠汉族军官是压不住局的。他开始启用部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的地头蛇，给他们官位、土地，甚至军队头衔，让他们为盛委员长服务。看似大方，其实是挑拨这些人之间的矛盾，形成互相牵制，最终所有人都得仰仗他来调解。就这样，盛世才在最初的3年里，用极稳的步伐走出一个小独立王国的雏形。中央不敢动他，苏联还挺满意，地方民族也没闹太大，整个新疆处于一种诡异的稳定状态。可别以为他满足了，他下一步要开始洗脑工程。他搞了个《新疆日报》，专门宣传盛委员长的政绩。头版每天都是他的照片、讲话、会议纪要，风格极其统一。盛委员长关心群众，盛委员长亲临一线，盛委员长深入基层，看上去就像一位英明领袖。这还不够，他还在全疆推行思想改造，要求学校教材加上他自己的讲话摘要，甚至模仿苏联那套宣传风格，把自己捧成反帝先锋。在那个年代，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忙着混饭吃，只有新疆突然多了这么一个政治样板区。有人说他是野心家，也有人说他是聪明人，但没人否认，他把新疆的权力游戏玩得炉火纯青。他不靠血腥，不靠独裁，而是靠算计和换位思考，打出一套无烟战争。最有意思的是，他不爱住在衙门，而是住在一处改造过的别墅区，里面布置得像个革命会客厅，墙上是列宁画像，桌上摆着国民政府的来文，书柜里还夹着几本英文原版的国策要论。他的茶几上常年放着3样东西：一盒苏制香烟，一张蒋介石的签名照，还有一本他自己的日记。每一样都是他身份的象征，也是他内心那盘大棋的组成部分。这时候的盛世才还没有完全站队，他在等待，在观望，在布局。他知道新疆不能长期依靠苏联，因为苏联的胃口太大。他更知道蒋介石不会放弃新疆这个战略要地，迟早会出手，而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游走在大国之间的感觉，对别人来说是煎熬，对他来说却是成就感。他不是想当新疆王，而是想在乱世中活得最久，笑到最后。金树人倒台后，新疆政坛像经历了一次刷新，盛世才表面是接班人，实际上是从边缘角色逆袭上位的新贵。他上台第1年并没急着动刀子，而是先稳局。可稳住只是第一步，他要让这块地真正变成盛家的天下，就得从人下手。新疆那时候权力结构复杂，有苏联支持的外线，有旧金树人体系的内线，还有地方民族头人的边线。盛世才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线剪断，再重新编织成自己能掌控的网。他清楚，仅靠手上的军队不够，毕竟军队也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要想让人死心塌地跟他混，就得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于是他搞了一场清洗，但不像别的军阀搞枪毙或者大抓捕那种，他玩得更隐蔽。先是调走了几个重要部门的老资格，比如财政厅、警察局、粮食署的高层，给个虚职打发，外界看着没啥波澜。可这背后已经是一轮权力置换。然后他大肆提拔自己信得过的人，有的是旧识，有的是他在东北军时期培养出来的小兄弟，甚至还有几个维族、回族的年轻将领。这种组合不仅强化了他对各层级的控制，也制造了互相制衡，让每个人都清楚，升迁全赖于他的权力，失宠则随时可能被替换。
为了塑造自己的正当性，他还组织了一场政治宣讲，主题叫新疆治理的新时代。各种机关单位被要求每天读盛委员长讲话选篇，连小学老师上课都得带几句盛委员长的精神。这不是单纯洗脑，是在打造一种意识共同体。你们能活着过日子，是因为有我。慢慢的，盛委员长3个字就成了新疆的标配称呼，就像某种图腾。不过最关键的一步是替换警权。公安系统在新疆这种边疆地带比军队还重要，因为警察天天在基层接触老百姓，掌控着情报、人脉、风声。盛世才最先盯上的就是当时控制警察系统的一位老资格官员马成栋。此人虽无兵权，但在情报圈影响极大，还和苏联顾问关系匪浅。盛世才表面上提拔他，实则在背地里安排人接管关键岗位，最后找了个工作调动的理由把他调去伊犁，从此再没回来。他又设立了一个新部门，社会部，表面是社会服务机构，实际是自己的秘密警察机关。这部门专抓思想问题，收集内部情报，监控可疑人员，直接对他本人汇报，属于只对他忠诚，不归任何行政系统的暗线组织。慢慢的，这个社会部成了新疆政坛里最让人忌惮的存在，几乎所有官员家里都怀疑有他的人。同时，他没有忘记对外的包装。对苏联那边，他安排了一场圣苏友好晚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会上播放苏联电影，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本人还上台致辞，用一口不太标准的俄语说：“同志们，友谊万岁！”台下的苏联代表鼓掌，眼神却在看他。身边坐的是谁？是清一色的新面孔，和去年完全不一样。苏联人开始警觉，他们发现盛世才在表面继续亲苏，骨子里却已经把所有亲苏派清理得差不多了。他们试探性地向他提了个要求，希望在新疆驻扎一支顾问团常设小组，意思很明确，你可以自称独立，但要有我们的监督。盛世才没正面答应，只说需要进一步研究，然后就让这件事无限搁置。换句话说，不拒绝也不执行，拖死你。不过他也知道，光靠表演是骗不了苏联太久的，他必须准备第2手准备，那就是对内强控制，对外找平衡。他开始修建机场、电报站、边防哨所，这些工程一方面是防御，另一方面也是展示实力。他还默许一些苏联货物进入新疆进行贸易，用经济利益稳住那边的情绪。你想要资源，我给，但你想伸手，不好意思，这不是乌克兰，这是中国的新疆。就在这时候，老百姓也开始感受到变化，城市里治安变好，物价开始稳定，粮食分配也比以前公平了一些。乌鲁木齐的夜晚出现了小型电影院、咖啡馆，甚至有人开始卖苏联巧克力。人们表面觉得日子有盼头了，心里却越来越不敢说话。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新疆是一个人的天下，那个人看着很和善，但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盛世才做事极有节奏，他从不搞一锅端，而是每隔3个月就调整一次人事，每次只动2、3个人，让你摸不出规律。他还喜欢搞内部问责制，定期召集各部门开自我批评大会，谁表现不好就被当场点名。这一套和苏联搞肃反的那种整风很像，只不过他玩得更隐秘，不见血，却杀伤力十足。到了1935年，新疆的行政系统几乎全是他的嫡系，社会部在各地设立了分部，所有公务人员都得参加盛委员长思想培训班，老百姓则只能从报纸和广播里听到一种声音。新疆现在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时期，
而这所谓的稳定，其实就是盛世才自己安排好每一根绳子，拉紧拉松都在他手里。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也没写什么治国纲领，但整个新疆就像一部大型剧本，而他就是总导演，所有人都在演，演给他看，也演给外人看。而他看着全场，嘴角有点笑意，这局他下得不错。盛世才的掌权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在他刚刚稳定局势不久，政坛上就开始出现了各种旧人翻车和新人上位的大戏。新疆虽然远在西北边陲，但这片土地上的政权更替却比内地还要精彩。一边是苏联顾问团时不时来查岗，一边是国民政府虎视眈眈地想伸手，还有一堆地方军头和民族派系各有算盘。盛世才要想继续往上爬，必须玩出点新花样。他明白，单靠换人只能短期见效，要长期坐稳就得换脑，所以他动手打造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治宣传体系。从1935年起，他着手成立新疆训政委员会，表面是培训干部，实际上是思想改造班。他亲自选教材、定课程，还安排社会部的人扮演内部学生去各地听课。一旦哪个干部嘴上有异音，态度消极，就会被列入特别审查名单。训政班每次结业都会搞一次成果汇报，形式很像文艺演出，但内容全是对盛委员长英明决策的颂扬。那些年轻干部必须上台背诵盛世才的讲话节选，还要讲自己如何从混日子变成全心全意为新疆服务。场面尴尬，但不能不演，谁演不好，转头可能就被调去基层挂职锻炼。他还从苏联那套里借来了干部轮训制度，要求所有处级以上干部每半年必须集中学习一次，地点就在乌鲁木齐郊外一个干部疗养院，实则是封闭式训练营。每天早上升旗、朗读盛委员长语录，晚上写心得体会。一旦有人迟到、早退、不认真写，第二天全班通报批评。这种近乎仪式化的管理方式，慢慢的让整个官场形成了新的规则。别管你心里怎么想，嘴上必须一致。与此同时，他也没忘搞基层建设。新疆地广人稀，信息闭塞，他知道只靠城市宣传是不够的，于是他派出大批宣传队深入南疆、塔城、伊犁等地，一边办展览，一边搞义诊、发粮票，再加上播放苏联电影和宣传剧，营造出一股新疆进入新纪元的氛围。老百姓不一定全懂，但至少感受到一个变化。这个新统治者不像以前那些只会打仗的军阀。不过最让他自得的政绩还是行政改革。他重新划分了新疆各地区的行政区，按苏联模式设立专区、区政府，每个单位都必须有宣传科、群众科和安全科。简单说，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事，都得有人盯着你，还得有人替你宣传，顺带有人随时能把你带走。整个官僚系统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颗螺丝都刻着圣字。但最令人玩味的还不是这些公开的动作，而是他悄悄做的去军阀化操作。表面上看他是军人出身，但他自己并不信任军人。他知道这帮人一旦羽翼丰满，就会变成下一个盛世才，所以他采取分兵制，一个军分几个营，分头驻扎，营长不能同时管后勤和训练，还得每月向社会部交思想汇报。他甚至规定军人不能在一个地方驻扎超过3个月，理由是防止水土不服，实际上是为了不让他们扎根。在乌鲁木齐，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军官读书所，号称提升军官素养，实则是把有潜力的将领集中起来，每天让他们研究新时代新疆战略，谁敢说半句不合适的内容，
立刻调职或送去培训。这种软刀子割肉的方式，让那些习惯用枪说话的军头也不得不低头。他不杀人，但让你自己来选择闭嘴或滚蛋。他甚至还搞了一场新疆文艺大比拼，鼓励作家、教师、学生写歌、写诗、写剧本，歌颂新时代新疆。学校开设盛委员长思想教育课，广播里从早到晚放着《乌鲁木齐之歌》、盛委员长您最亲等作品。有人觉得假，有人觉得烦，但没人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艺术比赛，是政治考试。但就在他这边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边疆却传来一个坏消息，喀什和库车交界的地区又爆发了小规模的武装冲突，部分少数民族组织聚集在山里，打着自卫旗号闹独立。表面看是一场突发事件，但背后传出风声，有人在苏联那边得到了支持。这个消息让盛世才开始警觉，他亲苏这么久，苏联人还是不完全信他。于是他开始进行另一种清洗。这次的目标不是官员，而是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那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技术人员、讲俄语的报社编辑，甚至搞翻译的大学老师都被约谈，理由是政治倾向复杂，部分人甚至直接被消失。他不公开宣布这些人犯了什么错，只是悄悄让他们消失在岗位上，换上更可靠的新人。社会开始弥漫出一种只许赞美的氛围，连老百姓去茶馆聊天都小心翼翼，生怕一句话被人举报。而举报的风气也在鼓励下逐渐成型。很多人为了升职、保位，开始主动检举同事、邻居，甚至亲人。一时间，盛委员长最英明成了所有聚会、会议、报告的开场白，没有之一。这些动作让苏联人开始察觉不对劲，他们发现盛世才并不是那个一心依赖苏联的地方代理人，而是个有自己盘算的野心家。他们开始施压，要求新疆开放更多驻点，提供更透明的合作条件。盛世才没说不行，也没说行，而是立刻把社会部和军队的俄语翻译全部换人，同时再下达一道密令：以后接触苏联顾问时，不得单独会谈，必须2人以上同席。从那一刻起，苏联人意识到盛世才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棋子，而是开始试图跳出棋盘。他们看着这个表面温和、实则冷静的新疆主席，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这局棋可能早就不是他们在下。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开始出现微妙转变，不是一下子翻脸，而是悄悄把亲苏这块牌子从前台往幕后挪，表面继续合作，暗地却慢慢撤线断根。可新疆这地方敏感得很，一点风吹草动，苏联那边立马就有反应。果不其然，1937年，一件突发事件彻底打破这层表面的平静。新疆南部爆发严重叛乱，局势瞬间失控。表面是宗教和民族矛盾，背后其实是苏联、英国等列强在中亚布局的一部分。这一年的新疆简直像开锅的油，喀什、和田、莎车一带连续传出武装冲突，少数民族武装在山地设立据点，甚至成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虽说只维持了几个月，但这一下子震动了全疆。盛世才这才意识到，之前那些民族关系稳定、群众热爱委员长的口号其实是纸糊的。他迅速调兵，亲自调度南疆战士。但他很快发现，新疆本地部队根本不够用，南疆地势复杂，补给困难，打的是一场消耗战。这时，盛世才的求援信飞往了莫斯科，
他请求苏联派出空军支援，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顾问短期协助。几天后，苏联的军机就降落在迪化机场，经乌鲁木齐，援助来了，但附带一长串要求，必须开放更多城市给苏军物资中转，必须让苏联人员进入军队指挥系统，必须允许设立联络处。盛世才知道，这是赤裸裸的趁火打劫。但他也清楚，现在不答应，南疆就守不住。他咬了咬牙，点头妥协，但他也没忘在另一边留条后路。他一边感谢苏联援助，一边派密使去南京给蒋介石递信，请求中央政府出于国家统一大局，支援新疆维稳，同时承诺将来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统一领导。这封信一出，蒋介石当即拍桌子，这小子终于低头了。但蒋也不傻，他知道盛世才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棋子，这封信很可能只是两面下注。果不其然，苏联顾问团一到南疆就开始插手军务，原本由新疆本地军官指挥的战斗单位纷纷被安排联合作战，苏联空军则开始自行安排空袭任务。打仗效率倒是提升了不少，但军心开始动摇。很多新疆将领看不惯苏联人的独断专行，甚至有人私下嘀咕，这是帮忙还是接管？盛世才知道必须做点平衡动作。他一边安抚军队高层，说这只是临时合作，一边又让社会部暗中监控苏联顾问的行动，防止他们在新疆发展地下网络。更狠的是，他还设局让一名过于活跃的苏联顾问出事。一次南疆的所谓误炸中，一架苏联战机被误伤，飞行员牺牲。官方声明是机械故障，但圈内人都明白，这是个信号。与此同时，他不断向蒋介石释放信号，声称新疆人民对中央政府充满向往，只是暂时需要更多的支持与保障。南京那边虽然半信半疑，但觉得有戏，开始陆续派人来新疆视察。盛世才全程安排得体，不冷不热，礼貌十足，还特地为代表团安排了一场群众欢迎大会。一群群众高举标语，欢迎中央领导，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标语谁写的？社会部。群众是谁？公务员办的。但照片发回南京后，蒋介石看着也挺高兴。这场外交表演，盛世才两边都演。对苏联，他继续表示忠诚，说新疆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南京，他一口一个服从统一领导。实际呢，他就是在拖时间，把这段时间变成自己的筹码积累期。他继续推行盛世训练班，加快对地方官员的洗脑，还下令加快军备扩展，扩编2个旅的同时，秘密采购从蒙古流入的俄制步枪。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等局势稳定下来，他要自己掌握主动权。不过他也知道，如果继续两面下注，迟早会出事。他开始筛选圈子，把自己身边人一层层剥离，只留下最忠诚的一小撮心腹。这批人组成了他的核心秘书团，所有情报、公文、计划都由他们掌握，外界再想打探消息几乎不可能。而他自己则几乎不出现在公开场合，除了每周1次的内部办公会，其余时间都宅在官邸。外界称之为盛府里的沉默将军。这时候的新疆其实已是一个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结构，有苏联商人，有中央来人，有各地少数民族官员，但所有信息、资源、行动都绕不开一个人，盛世才。他成了新疆真正的中枢神经，每一份电报、每一个调令、每一次会议都必须经过他批准才能落地。这样一个系统不是靠军队维系的，
而是靠他本人极高的掌控力和对权力格局的深刻理解。南疆叛乱最终在苏军配合下被平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在短短几个月内被连根拔起。这次危机看起来解决了，盛世才也在这场战火中巩固了地位，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种靠外力维稳的日子不会长久。苏联的胃口他是见识过的，中央那边也早晚会来收网。他要做的不只是熬过当下，而是准备在未来那场更大的风暴中找到能活下去的坐标。这时候的他晚上睡觉前会反复翻一本书，不是什么战略笔记，而是一本旧日记，写的是他还在张学良手下当小科员时的事。他曾写道，大人物不一定有大智慧，但能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赢家。现在他正一步步印证这句话。新疆南部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了，可余波却远未结束。就在盛世才还在安排清理战场、重建秩序的当口，又一件大事落地，让他不得不重新估算盘面。西路军到了。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西路军在张国焘领导下渡过黄河，试图打通通往新疆的通道。这支部队一路往西，翻过祁连山，进驻河西走廊，最终目标很明确，联系新疆，甚至红化新疆。当时盛世才刚刚和苏联关系拉扯到最紧张点，正努力维持平衡，可西路军的突然出现把这个平衡直接打碎。他知道西路军虽然打着红旗，但背后站的是共产党，而共产党背后站的正是他现在想慢慢脱钩的苏联。这种时候，西路军的到来就像一根随时会引爆的导火索。他第一反应不是迎接，而是封锁消息。他下令电台不许报道西路军动向，还派人严查进入乌鲁木齐的外地信使，任何携带西路军相关内容的文件一律拦截。可纸包不住火，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一时间，官场和民间议论四起，甚至有人开始幻想新疆要变红了。这让他倍感压力。他知道不能硬怼红军，否则苏联那边会立刻翻脸。但要是真让西路军进来，那就是坐实亲共，中央肯定也不会放过他。更麻烦的是，西路军此时处境极差，长途奔袭，补给断绝，人马疲惫，几乎已经到了生死边缘。他们不是真正想进新疆，而是被逼无路。盛世才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玩人道主义。他派出军医队和物资车队，以救援名义前往西路军驻地，送粮、送药、送棉衣，但同时安排社会部人员渗透入内，全面掌握西路军动向。几天后，西路军领导人请求进入新疆短暂休整，盛世才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提出必须解除武装、统一编制的条件。这等于告诉对方，想活可以，得听我安排。西路军此时已弹尽粮绝，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西路军残部数百人被带到迪化城郊的兵营，集中管理，表面称为接待，实际上则是软禁。盛世才派出一名中将军官，全权负责这批人的日常事务，但暗地里，这批红军被逐一登记、分组、审查，连带着的文件、地图、手稿也被一扫而空。这批西路军人马中有很多后来的中共将领，包括李先念、许世友等，但在当时，他们只是被收押的一批特别来宾。盛世才没有粗暴对待他们，但也不允许他们联系外界。他甚至安排每个营房配备一位思想指导员，每天一起学习盛委员长讲话选读，形式搞得像个培训班，其实是为了让他们彻底断了打通新疆的念头。苏联那边知道西路军到了，也开始紧盯这件事，
他们希望盛世才能安排西路军进入新疆更深处，建立红色根据地，但盛世才直接拖延。他说，现在局势不稳，需要维稳为主。他拖着不答应，一边暗中向南京方面通报情况，表示自己已将西路军控制并妥善安置，并愿意配合中央统一安排。这是一封极聪明的信，既表忠又不下结论，把主动权交给中央。南京这时候其实也尴尬，他们也不想惹事，只是希望盛世才别倒向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回信只是简单说了赞许盛委员长妥善处理，并提醒国家局势尚不稳定，新疆安宁为上。看似空话，但背后的意思是别闹事，你做的还行，但别太激进。而西路军的人呢，他们慢慢发现这不是避风港，而是一座笼子。最初还能见到家属写信，后来被严格限制，甚至有人开始被安排工作，例如去新疆农场劳动，去矿山实地观察，其实是被拆分、隔离、融化。他们想不到自己千辛万苦长征到此，却换来一段毫无方向的等待。其中有一小批红军将领开始尝试和谈，希望争取更好待遇。盛世才也安排几次接见，每次都讲自己如何平衡中苏关系，如何致力于新疆稳定，还特意展示几份民众来信，说新疆百姓多么支持现在的局面。这种场面话让红军将领心里明白，这个人没打算真帮他们，他只是在保自己的位置。不久，苏联也不再坚持让西路军建立根据地，因为他们发现盛世才不好控制，而这批红军也无法再战。于是很快，西路军被分批转移到苏联境内，表面是交流访问，实际上是远离中国内地。这场红军西进新疆的计划彻底失败，盛世才成为那根挡住路线的最后铁墙。但他也知道，这一手虽然保住了自己，却彻底得罪了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那边的政治评价急转直下，而这批曾经被他安置的西路军成员，日后重返中国后，也对他抱有极深的敌意。这笔账表面上翻篇了，实际上已经埋下了未来的引雷。这件事儿让他更清楚，在新疆，哪怕你表面风平浪静，但只要哪一方势力对你失去信任，那你就随时可能出局。所以他更加强化控制，不仅控制人，还控制信息、思想、情绪，甚至控制希望。新疆成了一个看似开放，其实密不透风的政权样本，而他就是那个最会利用模糊地带生存的操盘手。1939年，盛世才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他突然开始大清洗，把一大批苏联顾问、亲苏官员，甚至之前自己提拔起来的左派，一口气清除出权力圈，理由五花八门：政治立场模糊，思想倾向偏激，泄露情报，危害安定。光是社会部就有1/3干部被调离或软禁。这一波动静闹得太大，连苏联领事馆都派人登门问话，结果盛世才只笑着说，这是内部调整，和友好关系无关。明明之前还在搞盛苏友好，怎么说翻就翻？其实不是他变脸快，而是局势变了。苏联正在准备应对德国可能的进攻，斯大林开始收缩海外干预，而中央政府这边因为抗战全面爆发，后方越来越重要。蒋介石对边疆也开始施加更大影响。盛世才意识到，现在是时候重新站队了。他不想再做苏联的小弟，他要把主动权抢回来。他的第一步就是把之前苏联顾问制度悄悄废掉。他规定所有政府文件必须使用汉文，
原本允许的俄文版本一律取消，所有苏联顾问不再参与政府会议，只保留顾问名号，实则边缘化。他还下令关闭苏联文化馆、俄文图书馆、苏联红色文艺展，连学校的俄语课都悄悄砍了一半。外界都说他这是脱苏，可他嘴上仍旧不松口。对苏联使节，他继续客气，继续送礼，每次还安排孩子们在机场唱国际歌，欢迎苏联代表团。但背地里，那些唱歌的学生都经过筛选，每人发一个小红包和一份安全须知，表演可以有，但控制必须稳。与此同时，他开始全面倒向国民政府。迪化街头出现了抗战胜利靠中央的标语，广播里开始播送蒋介石讲话，报纸头版不再是苏联工业建设，而是重庆的全民抗战动态。他还提出新疆新中国的口号，试图把自己塑造成边疆守土大臣的形象。他给南京发电报，愿接受国民政府调遣，协助中央抗战。他甚至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党政架构，成为坚定的三民主义执行者。蒋介石看到这些举动，半信半疑。他对盛世才这种墙头草早有耳闻，也知道这人一向只看厉害，不讲忠诚。但他也明白，新疆战略位置太重要，不得不用。他派出自己的亲信张治中，作为新疆监察专员，前往乌鲁木齐，一方面是视察，一方面是试探。张治中到了新疆，盛世才摆足了阵仗，车队迎接，警卫开道，红毯铺路，还安排了少数民族代表队跳舞献花，全程挂上热烈欢迎张专员莅临新疆横幅。他亲自接机，两人拥抱拍照，新闻稿第二天出现在新疆日报头版。但就在当天晚上的欢迎晚宴之后，张治中发现自己被礼貌性请回宾馆。从那一刻起，盛世才就不再让他碰触实权部门。这就是盛世才的老路数，表面欢迎，实际设防。他不拒绝中央派人，但绝不允许插手实权。他主动提出新疆财政、军队、教育等核心事务仍由新疆自管，中央只需派监察代表。而对于所谓收编新疆军队、入编中央序列，他笑着说：“当然可以，只是还需一步步来。”张治中在新疆待了3个月，写了一份极长的报告回南京。报告的结尾只有一句话：盛世才可以合作，但绝不可托付。这份评价后来成了蒋介石制定新疆政策的重要依据，暂时不动它，但也不能放任。而盛世才这边继续推进他的新疆化建设，他成立新疆建设委员会，大张旗鼓开展边疆现代化运动，什么电气化、水利化、公路网、教育普及，全都往上写报表。可实际落实的工程不多，更多的是样板展示。他搞了一个迪化新城区，里面一排排苏式建筑，街道干净整齐，但就是没人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建这个，他笑笑说：“给外宾看的。”同时，他还开始整顿教育系统。他知道，想彻底摆脱苏联影响，必须从思想源头动手。他下令修改教材，删掉所有苏联元素，代之以民族精神、三民主义内容。各校要举行忠诚教育月，每个老师必须写忠诚中央感言，不写或写得不够积极的会被约谈。而在内部安全方面，他加强了社会部的职能，新增情绪观察科。这个科干嘛的？专门收集群众情绪，比如谁家没挂抗战胜利横幅，谁在茶馆讲了委员长不如苏联人的闲话，统统记录。严重者抓起来，小事就谈话提醒。慢慢的，乌鲁木齐变成了一座安静的不自然的城市，白天热闹，晚上寂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新疆是只能往一个方向看。这场反苏大清洗，既是盛世才自保，也是试探。
他看着苏联逐渐撤出顾问，看着中央逐步介入新疆事务，他在心里反复盘算，这局棋还没走到最后，但主动权得攥在自己手上。两边都不是真正的靠山，他唯一能靠的只有一件事，活得比别人久。1942年，新疆街头突然多出一种新口号：绝对服从省委员长命令。这不是哪位宣传部长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盛世才亲自定下的。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新疆必须一令统一，不允许再出现任何杂音。他还加了一句，命令统一，思想才不会散。官场上下立刻反应，一夜之间，这8个字印在报纸、头版、横幅、墙面、学校、教室、黑板边上，甚至连农具仓库门口也挂着。表面看是稳定，实际已经暴露出极度不安。他为什么突然这么紧张？因为他察觉到，苏联虽然表面退出了新疆政务，但暗线从未撤走。社会部报告频繁提到，在喀什、伊宁等地有群众听俄语广播，甚至有人悄悄传阅苏联来的地下读物。更敏感的是，一些他早年提拔的干部也开始私下和旧苏方保持联系。这些人未必真想搞事，但对盛世才来说，只要不纯粹就是危险。他一边下令查处，一边也开始琢磨，是不是该借这个机会，干脆把这些旧人一锅端。他安排社会部内控组秘密调查近300名中层干部，给每个人建档，从家世、亲属到工作轨迹、交往对象，全都列得清清楚楚。几个月后，一份厚达上千页的问题人员清单送上了他书桌。文件最后一页是建议处理方式、调职、审查、开除、监控、秘密处置。他看完后没表态，沉默良久，然后只说了6个字：先从最软的动。于是，一批官员接到调令，被派去边区任职或参加战时建设，离开原岗位。那些曾经在他身边走动的人，一下子被抽空了底气。这不是抓人，而是让你知道，你早已在监视中。整个官场都明白，这波反苏余毒清理才是真正的断根行动。他没有高调处理任何一个人，甚至媒体都不提，只在内网公文中标注，根据组织决定，某某同志另有任用。可乌鲁木齐的茶馆都在传，某某人被请去谈话，至今没回来。这种无声肃清比公开枪毙更令人恐惧。与此同时，他启动了一项新政策：忠诚测评。每个科员、处长甚至普通教员都要定期填写政治表现表，包括近期思想波动、对国家时局看法、对省委员长讲话的理解。每季度还有一次口头测评，由上级当面提问，回答的不好就记档。这套制度慢慢变成一种过滤器，把整个新疆官僚系统变成一张只认盛世才的过滤网。但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他开始悄悄酝酿更大的转向。他越来越清楚，靠着高压是管得住新疆，但却留不住未来。他开始思考，我还能撑多久？战争越打越深，中央政府日渐疲弱，重庆也力不从心，而苏联那边却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欧洲战场局势也逐渐对苏联有利。他不得不重新评估，是不是要和苏联修复一点关系。可问题来了，他已经得罪得太狠，怎么回头？他想了一个缓和动作，重新开放俄语夜校。这看起来是个小动作，但信息明确，新疆欢迎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他还派出小型访问团前往苏联外高加索地区，名义是考察矿产资源，
实则试探苏联愿不愿意重新搭话。访问团回来时带回一本苏联文艺作品集，还有一份苏方欢迎加强文化交流的非正式信函。他拿着这份信函沉思了一整晚。苏联似乎愿意给台阶下，但他也明白，一旦重新靠过去，国民政府那边就不会再信他。他的处境越来越像走钢丝，走得慢了掉下去，走得快了也掉下去。他开始减少公开露面，每天花更多时间在官邸内闭门思考，甚至一度让人以为他病了。但他并没有病，他在默默筹划一件事，打造新疆学派。他召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知识分子，让他们编教材、出刊物、写文章，主题只有一个：新疆独立发展，区域自主治理。这不是要独立建国，而是为自己未来脱身做舆论铺垫。他清楚，只要掌握话语权，就能在动荡中找到喘息空间。他还悄悄修改了部分地方行政规章，把由中央指派改为经中央协商批准，看似细节，实则已经在法理上留下自己说了算的伏笔。这种文字游戏，外人不容易看出门道，但官场内行人一眼就明白，他在悄悄筑起退路。与此同时，他命人整理了一份详细的新疆治理白皮书，洋洋洒洒10几万字，总结自己这些年的政绩、改革、稳定政策、民族融合举措。这份材料没对外公开，只是在内部传阅，但每一位地级以上官员都必须研读并写读后感，这是政治教材，也是盛世新疆的封面。到1943年底，整个新疆像被覆盖上一层玻璃罩，清晰可见，但难以触碰。外人看到的是稳定、秩序、有条理，内部却越来越像一台精密到神经质的机器，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被核查、被记录、被批准。盛世才走到这个阶段，终于露出了一个事实：他不是想当统治者，他是想当一个掌控者。他不信任何人，不信任何主义，只信自己那套逻辑。可以亲苏，也能反苏；可以表忠中央，也能随时抽身；能谈民族团结，也能暗中操纵矛盾。他不是墙头草，他是风向的制造者。哪边有利，他就制造哪边的风。至于别人怎么说，他早就不在乎了。1944年冬天，新疆又出事了。这次不是骚乱，不是军变，而是突如其来的大爆炸——伊宁起义。那天夜里，一声枪响划破边城的血液，接着是成片的爆炸和人群的呐喊。短短几天内，伊宁、塔城、阿勒泰多地陷入混乱，几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组织迅速掌控地方政务机构，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事儿一出，不光新疆震动，连南京和莫斯科都坐不住了。对盛世才来说，这是最怕的那种局面，他最会平衡，最怕突变。这次偏偏是一个不按剧本走的大爆发。起义来得太快，官方完全没准备，最初甚至都不知道谁在指挥这场暴动。但几天后，情报就查明，这背后依旧有苏联影子。起义者使用的是俄制武器，通信装备来自苏军退役物资，而且很快就有传言说起义军高层在哈萨克斯坦受训，这一下子坐实了猜测，苏联动手了。盛世才沉住气，没表态。他清楚，一旦直接指责苏联，就是公开撕破脸。他第一步仍是灭火，派出多个谈判小组，试图与起义领导人和平协商，还向南疆各地发布安抚通告，强调民族团结不能受挑拨。可起义军那边根本不接招，他们迅速设立临时政府，公布纲领，组织武装，接管地方电台，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
于是他不得不启动非常方案，他紧急调动伊犁以东的3个旅，组建西北前线指挥部，由陶峙岳挂帅亲征。他给前线下死命令，必须在2个月内夺回主动权，不允许地方政权割裂现象扩大。他也给社会部发出另一条隐秘指令，所有亲苏背景干部一律就地停止审查，重点监控维语系广播台、文化团体和教育系统，防止思想渗透。而在北京方向，蒋介石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致电盛世才，新疆不可有失，并派专员飞抵敌化支援。但专员落地没几天就发现了问题，他们插不进指挥系统。盛世才对外表示全力配合中央统一部署，可实际上他拒绝交出军事指挥权，也不允许中央军队进入核心区域，只安排他们观察督导。南京愣是被晾在一边，气得直拍桌子。苏联方面倒是动作更直接，他们通过驻新疆总领事馆频繁发出严正声明，反复强调苏联未介入起义，并反过来指责盛世才煽动民族对立，激化边疆矛盾。这等于是在道义上反将一军。更妙的是，苏联在此时突然派出大量物资进入伊犁地区，说是人道救援，实际上是支援起义政权。盛世才气得发抖，他不是没见过风浪，但这次真被打懵了。他试图给苏联使馆递交抗议信，被原封退回。他派人向伊犁联络，想见起义领导人谈判，结果对方只回一句：“此事与盛委员长无关。”这句话传到他耳里，像一巴掌打在脸上。他终于明白，这不是边疆的小骚动，而是苏联对他多年的警惕、愤怒与清算。但他不是轻易服输的人。很快，他决定打出民族团结这张牌。他开始高调任用更多回族、汉族将领进入核心圈，削弱维族高官的权力，同时在报纸上密集发文宣传汉回一家亲，共护新疆家园。乌鲁木齐的清真寺和佛教寺庙被要求同时举行祈福新疆活动，所有宗教领袖统一发言，维护稳定，反对分裂。在基层，他启动反分裂巡演团，一队穿着民族服饰的演职人员开着卡车跑遍南北疆，演出“祖国是妈妈”“盛委员长最亲”“边疆一家人”等文艺节目，强行制造大团结氛围。这些戏真假难辨，但镜头画面全被剪辑后送到南京和重庆，让中央误以为新疆还在良性治理之下。他悄悄开始第3层动作，准备撤退方案。他知道，若势不可控，新疆保不住，他也得有退路。他命人在敌化西北方向修建一个特别仓库，储备粮食、黄金、军需用品，并拟定撤退路线图，一条通往兰州，一条通往重庆。他甚至安排亲信把家属提前送出乌鲁木齐，名义是健康疗养，实则是战略转移。这时候的盛世才白天还在主持团结大会，晚上却在亲自改图纸、批调令。睡眠时间不到3小时，身边人都说他眼神变了，不再像以前那种笑里藏刀，而是彻底进入冷模式。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不再说多余的话，每个指令只说一遍，不许问理由。整个新疆官场瞬间紧绷，所有人都意识到委员长要准备打一仗了。可就在他准备全面反击的时候，战局突然停滞。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全国进入战后重整期。苏联也因为要收编东北势力，开始主动降低在新疆的干预强度。伊宁方向的攻势逐渐缓和，起义政权和敌化方面开始重新接触谈判，气氛悄然松动。盛世才趁机再度发出和平对话、民族融合的信号，
并在党报头版亲笔撰写边疆与祖国不可分的文章，调门放缓。但他的缓，别人看得一清二楚，这不是信念转变，而是为了活下去。苏联看得明白，中央看得更明白，双方对这个人都开始产生同一个判断：盛世才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左右逢源的统治者了，他的精力、格局、人脉都在逐渐耗尽。新疆这盘棋，他还能撑多久？1946年春天，盛世才做出一个震惊全疆，同时也让南京松口气的决定，把自己的亲弟弟盛世章从实权位置上调离，名义是调往中央任职，实则是被请走。盛世章此前是新疆最重要的军政人物之一，既是盛世才的左膀右臂，也是他的影子。但问题也在这个影子越来越大，大到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盛世才一向对声音极度敏感，哪怕那是亲兄弟。外界没人预料到这一步，盛氏兄弟在新疆经营多年，已经形成家天下格局。盛世章掌军，盛世才掌政，兄弟同心，外人插不进来。可就在这个时候，盛世才突然翻脸，把他弟弟远远送走。这场家门口的政变比以往任何一次肃清都更说明问题，他已经连最亲的人都信不过了。新疆这盘棋真正变成了盛世才一个人的独奏。盛世章走后，军队系统瞬间大洗牌，原本由盛世章掌控的几个旅被拆分重编，旅长们不是被调职就是进修，换上来的是盛世才从社会部和文教系统提拔的政治军官。这些人不一定会打仗，但绝对忠诚，绝对听话。他宁可军队不强，也不能有第二个中心。他的逻辑很简单，枪口对外没那么急，内部统一才最关键。社会上也感受到了变化，官员不敢轻举妄动，商人变得谨慎，知识分子集体沉默，连以往常年发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学术杂志，也在1946年下半年停刊，理由是经费问题。但所有人都明白，真实理由是别多嘴。乌鲁木齐的会议越来越多，但议题永远围绕一个词：稳定。稳定就是一切，稳定就是道德，稳定就是活命。可就在他极度收缩的同时，一个新的问题悄然浮现：边疆人才枯竭。盛世才这些年清洗过多，能干事的人不是被打压，就是主动退出。加上他不信任知识分子，导致新疆内部开始出现中层断档，报纸质量下滑，学校缺老师，医院没有主治医师，连社会部都出现文书写错字的情况。一份普通公文改了7稿，还错别字连篇，这放在3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儿。他很快意识到，靠压制维稳不是长久之计，他得引血进来。于是他开始做一件过去从不屑做的事，向南京要人。他致电中央，请求派遣各类技术干部和专业人才，并许诺由新疆财政全额供养，绝不增加中央负担。南京这边一看笑了，你不是一向自己玩吗？现在终于喊救命了。可出于战略考虑，蒋介石还是批准了一部分人选，其中包括数十名教育、医疗、工程专业人士。这些人到了新疆，一开始都小心翼翼，生怕落入盛家的网。但很快他们发现，盛世才对他们格外客气，不仅安排专人接待，还有单独宿舍，伙食标准，按干部级别执行，每人配发一份安全通行证。更奇怪的是，他亲自会见这些人，态度温和，语速缓慢，一点都不像传言中那位手腕毒辣的新疆王。这是他在做形象转型，他开始推行一项新计划——文教复兴5年纲要。纲要内容包括重建师范学院，创办医科专校，
建设图书总馆，还附带恢复2个中断多年的报纸刊号。他甚至亲自为图书馆题字：知识是国家的骨。这种场面话他以前根本不说，现在却说得一本正经。但这并不是软化，而是另一种硬控。他知道用枪维持不了长久的秩序，用文化做包装才能撑得久。他不是要变人正，他是要让人对他的政权不仅怕，还要信。所以你看不到鲜血，看不到批斗，却能在每一面墙上看到盛委员长思想摘录；看不到士兵荷枪实弹，却能在每一张试卷上看到请结合盛委员长讲话，阐述新时代边疆建设意义。同时，他还加大对舆论的控制。他指定《新疆日报》必须每日登载至少1篇民族团结建设故事，同时设立群众来信专栏，由社会部筛选后刊登，选的永远是我们村新修了井，感谢盛委员长，孩子上学不要钱，谢谢新疆政府之类内容。他知道这些话假，但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见这些话的人必须相信，或至少不敢怀疑。可就在一切看似步入新轨的同时，外部局势又变了。1946年底，国共谈判破裂，全面内战爆发。盛世才原本以为抗战结束后能喘口气，但现在看，国家又陷入新一轮分裂。他知道迟早这场战火会烧到新疆，蒋介石迟早会收拾自己，因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于是他开始第3次身份转向。他命人草拟一份全面接轨方案，内容包括主动将新疆军事系统整合进国民党军序列，将行政机关改编为国府结构，将财政系统上交中央统筹。他甚至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理由写得极其委婉，为更好贯彻三民主义，落实统一大计，特此请愿。蒋介石高兴坏了，当即批准，不仅批准，还安排他在重庆接见时当众授党证，拍了照片，刊登在《中央日报》头版。这画面传回新疆，全城张贴。一夜之间，盛委员长也是国民党正式党员，成了官场最热的话题。但没人知道，他把那张党证放在抽屉里，从没带在身上。他清楚自己加入的不是党，而是一场交易，用最后的忠诚换一段喘息时间。1947年，新疆的局势看似平稳，实际上暗流涌动。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后，表面上更配合中央，开大会、升党旗、背诵三民主义、唱党歌，做得比谁都认真。可谁都知道，这不是忠诚，是表演。他不是变了，而是换了一套壳，继续玩他那一套以我为主的控制术。南京方面派出的观察员看得清楚，但又没法动他。毕竟新疆还算稳定，而稳定就是蒋介石最看重的词。表面配合背后，盛世才可就更忙了。他开始集中清理非国民党系统的基层干部，尤其是早期跟他一起从东北来的旧部。理由千奇百怪，作风问题，对中央精神理解不深，与群众联系不紧密等等。清理完这些人，他再塞进一批党员干部，可这些人也不是南京派来的，而是他亲自挑的，洗过一轮的，经过忠诚测评的盛系人马。换句话说，国民党看着是掌控了新疆，其实还是盛家后院。他不只动官场，还动基层，全将启动户籍再登记，重新审核人口、家庭成分、政治面貌、职业身份。这项工作表面是加强治理，实则是一次全面筛查。他要知道谁可能说过他坏话，谁跟起义区还有联系，谁在抗战时曾和苏联人合作。每一个人头背后都变成一份影子档案，
由社会部秘密保管，专人整理，定期更新。这种档案制度把新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池，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记录。茶馆聊天、邻里矛盾、课堂发言，甚至教堂祈祷词里提到哪个词，都有可能进档。有人说这比苏联那套还细，有人笑，管得这么严，自己不怕先憋疯。但谁也不敢真问出口，因为谁也不知道身边是不是就有耳朵。可就在他把新疆管得密不透风的时候，国内局势急转直下。1948年，国共内战逐步向北平、天津推进，东北丢了，华北动摇，南京高层开始焦虑。盛世才从广播里听到辽沈战役胜利，平津即将解放，脸色一天比一天沉。他早年在东北军待过，太清楚那片土地上变天意味着什么。他知道，真正的红色浪潮来了。这次不是一支路过的西路军，而是要把全国翻个底朝天的力量。他开始重新评估共产党，他让社会部找出所有被关押过的西路军余部资料，逐个翻阅，逐个过问。有人以为他要秋后算账，结果却是他派人悄悄放了一些人回家，不上报，不发文，只是缺席登记。这种处理方式充满试探意味。他想知道这些人回去后会不会再活动，也想知道新疆内部还有多少潜在红色。他也悄悄和南京摊牌，他通过密电告诉蒋介石，新疆忠于中央，但必须保持充分自主。换句话说，我不想打仗，也不打算跟着你一起败。他还提出几个援助要求，比如加强物资运输，增派技术顾问，提供政策灵活空间。每一条都在告诉中央，我想独立运作，你们别插太多手。蒋介石当然不愿放手，但这时候他已经自身难保。他一边答应援助，一边派出另一批新疆观察员。这次不是文职，而是军人，想借此摸清盛世才军力底牌。盛世才看穿了这一点，安排这批军人参观学习，却绝不让他们靠近真正的指挥系统。他让他们看演训，看军营，看士兵打靶，但那些部队都是样板团，配发的新枪，整理的队列，全是临时布景。他演得认真，对方也装作看不破这场你骗我我也知道的政治戏，就这样演了一整年。不过盛世才心里越来越不安，他知道共产党如果真的打到西北，他这套模式恐怕难以继续。他记得西路军那批人离开时的表情，记得那些在社会部审讯室里喊出我们还会回来的声音。他怕真的有一天，门口站着的不是南京派来的观察员，而是共军的干部团。所以他开始做心理准备。他亲自召集核心幕僚，开了一场密会，主题只有一句话：我们还能撑多久？会上没人说实话，但人人都看得出他已经动了撤退念头。他命人在家中修建地下保险库，不是藏钱，而是藏文件。盛家政权的运作笔记、案线名单、秘密档案全都藏进那间密室，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他是打算销毁还是留作筹码。有一晚，他独自在书房翻看一本老旧笔记，里面是他当年在东北军当小职员时写下的自我评估：善察言观色，能控局势，不信人，不交心。他看着这行字，沉默了很久。盛世才活到这一步，靠的就是不信别人。但此刻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也不确定还能不能信自己。新疆此时看上去还在盛世节奏下运行，官员照常上班，军队照常演练，报纸照常出刊。可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节奏维持不了太久。西北越来越近了，
解放军不是没来过新疆，他们这次是带着要彻底改写历史的计划而来。而盛世才不再是那位掌控一切的新疆主宰，他开始频繁查看天气图、电台广播、后勤调度表，不再密谋进攻，也不再研究宣传口径，而是在盘算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走之后还能去哪。他不是没想过投共，但他知道过去那些事谁都忘不了。他开始写遗嘱，分配家产，安排家属逐批撤离。他对外宣称是避暑疗养，但其实是清仓。他越来越少露面。乌鲁木齐的夜晚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广播里每天定时播放的那句口号：盛委员长是新疆之幸。可这句口号连他自己都快不信了。1948年底，解放军大军以压西北，宁夏、甘肃相继被攻克，马步芳节节败退，胡宗南固守兰州也开始出现松动。此时的新疆看似风平浪静，实则神经紧绷。盛世才每天都在收电报，几乎每小时一次。他的秘书说他眼睛已经不太好，但还坚持用放大镜看每一行加密电文。每一份报告，他都会问3遍：共军距新疆多远？中央还能支撑多久？南州县还能稳几天？问完，他就把文件叠起，放进保险柜，再锁3道锁，像是要把一个国家的未来锁进铁箱里。南京政府这时候也慌了。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这是个危险信号，说明国民党高层内部已经乱套。新疆距离南京几千里，命令来得慢，回得更慢。很多时候，盛世才只能靠自己判断大局。他不是一张地图、一个将令就能决定去留的人，他需要的是绝对的把握。而眼下，这个国家已经没人能给他把握了。他开始频繁召见社会部高层，命令他们重新启动全部地方关系调查，谁和共产党走得近，谁最近常去清真寺，谁常写爱国诗，谁突然变得低调。所有蛛丝马迹都被记录、汇总、标注。他不是要抓人，而是要评估风险。如果共产党真来了，有多少人会拍手？有多少人会反叛？有多少人会告密？他也向南京密电再次表达忠心，并请求派重兵入疆接防。但这条路他其实自己也不信。他清楚，中央已无兵可派，西北军几乎全线崩溃，能守住自己屁股就不错了。再说，就算派兵进来，供给怎么办？路在谁手上？盛世才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些信誓旦旦的援军承诺，最后可能只是一纸空话。于是他想了另一条路，和共产党谈。他不能直接接触，只能通过第三方，也就是那批早年被他安排去别处的西路军旧部。这些人虽然多年被压，但心里从未忘记是谁让他们漂泊数十载。他挑了其中一个态度稳定的老干部，安排一次家属团聚，同时派出秘书陪同，用极为模糊的话传递信号。委员长愿意为国家统一出力，不惜自我调整。信息很隐晦，但共产党方面读懂了，这是一种势投诚。但盛世才还是不放心，他知道光靠话不行，还得做出姿态。于是他宣布成立新疆和平自治准备委员会，声称要在和平大环境下探索地方自治与国家统一的结合路径。听上去像学术机构，其实就是个壳，壳里面什么都没有。可这壳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缓冲，是个台阶，是个信号。他想谈，只是不敢直接说。共产党方面开始接触，一开始是通过新疆地下党员，再是通过回族学者、地方长老，
最后干脆直接派代表秘密赴迪化。代表没带武器，只带了一封信，信上没有威胁，也没有命令，只有2句话：新疆是国家的一部分，盛先生是人民的公仆。盛世才读了3遍，把信放进抽屉，谁也没让看。他开始开小会，每次只3、4个人，话题永远围绕退场。他不再问怎么继续掌控新疆，而是问如果他不当新疆主席了，会怎么样？他问这话的时候，没有情绪，也没有愤怒，只是很平静，像一个已经打完牌局的人在收拾残局。他知道这局走到现在，胜负已不是目标，只剩体面。可体面不是说有就有。很快，他接到南京来的急电，请迅速调集兵力，组织西线防御，确保新疆不落入共军之手。这一封电报他看完就撕了。他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话：我不是不想守，我是知道守不住。这句话就像一记自我认输的钟声，从此他再没有下发任何全面防御命令。他开始安排内部交接，把一些非政治性的事务交给地方人士，比如水利局、电力公司、邮政系统。他对这些人说，不管谁来掌权，灯要亮，水要通，信要送。这是他的底线。他说，我可以不当官，但我不能把新疆弄成废墟。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即将退位，没人出声，但很多人低头，眼神复杂。但不是所有人都服气。他的旧部中有一批人强烈要求死守新疆，甚至提出策动一次乌鲁木齐自保政变，换掉盛世才，扶持军头上台，对抗共军。他听完冷笑一声，新疆不是你们的私产，是中国的土地。说完，他立刻下令解散这批人的岗位，几个带头人被软禁，一封内部通报连反革命都没提，只写了一句不适应新时代要求，调往内地学习。他不是胆小，而是看得太透。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民族斗士，他只是个玩局的人。当局势不再由他掌控时，他的选择不是搏命，而是抽身，甚至连交接方式他都已安排。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新疆和平转型的草案建议，交给共产党代表团，附上一份新疆各地民情报告，内容详细到每个县有多少文盲，有多少牲畜，有多少小学。他说，这些是我能留下的。共产党代表收下草案，没有表态，但几天后，一份来自延安的电报传来，同意盛世才有序退出，并保留其个人安全与生活安排。这封电报他看了5分钟，然后起身把墙上的盛委员长倾相取下，放进柜子里，从此再没挂回去。1949年夏，新疆和平解放的消息被正式公开，报纸用的标题是边疆人民热烈欢迎新政权。那天早上，他没有参加官方活动，而是一个人坐在后院喝茶。他没说话，只有一句感慨：新疆还在就好。盛世才卸任那天，没有正式仪式，也没有送别队伍，只是早上9点，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身后跟着秘书和2名警卫，几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新疆省政府牌匾，说了句：以后这里不归我管了。说完就钻进车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乌鲁木齐。没有送花，没有鼓掌，只有社会部提前安排的注意保密、不得围观的内部通知，把这位执政15年的新疆统治者送进了历史转角。他的目的地不是上海，不是重庆，而是西安，那是他亲自选的。他不想离得太近，也不能太远。西安是中线，是缓冲带，是能看见局势但不卷入风口的地方。
他在西安的一处旧宅暂时安顿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对外发声。他从省委员长变成了西安市特约顾问，只挂名不办公。谁都知道他只是被妥善安置。这期间不断有人来找他，有的是旧部，有的是中央派来谈话的人。旧部来是想打听有没有机会重组力量，他全都拒绝。你们回去种地开店，能活下去最重要。中央来人是做政策工作的，询问他关于新疆治理经验，他倒也不避讳，拿出早年整理的一摞笔记，一边翻一边讲。那年谁负责哪线，哪个地方宗族势力强，哪个地区经费最难批。每讲完一段，他就会补一句：这些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你们来接，我放心。他确实没有在搞任何组织活动，也没有秘密联络人，更没有流亡的打算。他身边只有一个老秘书和一个厨师，两人都跟了他10几年。白天他种菜、看书、听广播，有时候会走到城南的碑林公园去散步，戴着帽子，拄根拐杖，没人认得他。他也从不提自己是谁，人家问他就说以前在边疆工作过。可他还是被认出来了。有一次，一位退伍老兵在街头偶遇，一眼认出他来，惊讶地问：您是省委员长？他停了一下，点点头，说已经不是了。那老兵眼睛一红，正想说什么，他却摆摆手，都过去了，然后转身走了。那一刻，他彻底明白，有些权力一旦放下，就真的成了过去式。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淡出的人，他还在悄悄记录。他开始写回忆录，自己动笔，一笔一划写在兰格笔记本上，标题很简单，叫《15年新疆记事》。没人知道他写了多少，也没人知道他写得多真，只知道偶尔有北京来的研究人员探访，他会给对方看其中1、2页，都是地名、时间、数据，没有感慨，没有情绪。他说，我的事不是靠回忆说清楚的，是靠记录。他对自己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土地，不是钱，也不是影响力，而是新疆没乱。他说，我不求被歌颂，也不怕被骂，但那段时间至少没他。这一句话他说的不多，但每次提起总要停顿几秒，然后缓缓吐出。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原谅他，很多被他肃清、整顿，甚至家破人亡的人对他恨之入骨。新疆有人写信来骂，有人去北京上访，说他压制宗教、压制民族。他不反驳，也不回应，他只把那些信收进抽屉，然后默默盖章，收到。他知道历史终究会翻篇，但情绪不会。而中央政府对他也保持着某种既使用过又保留距离的态度。他不是被严查对象，也不是宣传榜样。偶尔在政策讨论会上，有人提到盛世才模式，大多是中性词，管控力强，权力集中，信息闭环，执行到位。但这些词也就止步于课题组和内部资料，不会出现在教科书里。他最晚年那几年，常常坐在屋前的竹椅上晒太阳，手里拿着那本写了一半的15年新疆记事，有时看看，有时发呆。邻居家的孩子路过会问，爷爷，你以前是干嘛的呀？他就笑笑说，种地的，后来管过点事。孩子听不懂，就跑开了。他看着孩子跑远，眼神很平静。他其实还有最后一个想法，想回乌鲁木齐看看。他托人写信给自治区，希望能低调去走一圈，但信寄出去2个月没回音，他也没再催。他明白那片土地已经不是他的，再见与不见都不重要了。1955年，他病倒，住进医院，诊断是肺气肿合并高血压。
医生劝他少思少动，他却天天写字，一直写到手抖得拿不住笔。护士问他在写什么，他说备忘，怕我自己忘了。没几天，他昏迷，几位老部下和亲属围在病床前，他最后一句话没人听清，只是嘴唇动了几下，像是在说新疆2个字。盛世才去世后，没有官方讣告，没有新闻报道，没有追悼大会，他的离去像他最后几年的人生一样，悄无声息。这是一种结局，也是一种回避。对于中央来说，他不是功臣，也不是敌人，他是那个被时代选中，又在历史关口主动退出的人。他没有彻底倒向谁，却也没有真正被谁吸纳。他的存在是那段特殊时期的产物，而他的消失是新时代不愿提及的尴尬章节。新疆和平解放了，新的秩序在建立，但过去的影子还潜伏在人心深处，尤其是提到盛世才这3个字时，总会有人皱眉，有人低头，有人沉默。可不管后人怎么想，事实摆在那，他确实统治过新疆15年，确实在那个最乱的年代维系了相对稳定，确实和苏联纠缠，和南京周旋，也确实一度像个地方皇帝。他做过压制民族、钳制言论的事，也确实兴办过教育，修建过公路，推动过现代治理。他既是权谋高手，也是孤独赌徒，既有强控制力，也有不容忽视的政治直觉。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太复杂，不好下结论。所以后来研究新疆近代史的学者，常常在论文中小心翼翼提到他。有的称其为民国边疆治理代表人物，有的干脆称其为地方军政强人，说的客观，却避而不评。而在地方群众中，他的记忆更加割裂。有人说那时候秩序很好，晚上不敢随便乱走，却从不担心治安。也有人说那时候到处都是密探，讲句话都怕被举报。这种既怕他又怀念他的复杂情绪，伴随新疆走进新的时代。解放后不久，新疆开始推进一系列政治清查，其中就包括民国时期重要地方人物。盛世才的名字也在调查表中出现，但他的情况特别，他早已不在位，也未曾参与任何反动组织，没有留下敌对言论，最多算个历史人物。于是档案上那一栏最后被填上6个字：无继续处理意见。这6个字既是免责，也是告别。倒是他的那批旧部，不少人经历了再审、再教育、再分配，一些人重新被启用，在新疆的建设中发挥作用，一些人则被安排到内地继续过普通人生活。他们曾经风光，也曾经落寞，如今低调地活着。有时有人私下议论当年盛委员长的事，他们只笑不接话。那些年他们学会的本事，不是打仗，不是执政，是闭嘴。他留下的15年新疆纪事手稿，最终由家属转交给历史研究机构，被列为民国边疆研究档案材料，未公开流通。有人想看，必须经过特别审批。这份资料厚厚3大册，第1页是他写的题词，记录非为自证而为让后来人之局。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自我歌颂，只是平铺直叙地记录每一次调令，每一个决定，每一场交锋。他甚至在最后1页写道：此稿完成之日，盛世新疆时代正式落幕。而他的家人多数迁往内地，低调生活，从不以盛家后人自居。子女改了姓名，进入不同单位工作，不再参与政治。他们之中有人成了医生，有人成了工程师，有人干脆在工厂做普通工人。从此
盛世家族不再出现在新疆，也不再出现在任何政治版图中。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他，那是一些老乌鲁木齐人，偶尔在深夜聊天时会提到，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怕那个人，但也都认那个人，再多他们也不会说了，不是不敢，而是没必要。时间太久，情绪太淡，那些属于盛世才的气场、权势、光环、恐惧，早已随着他那封信、那把锁、那张党证，一点点被时间洗净，变成不再需要解释的沉默。他想控制新疆，最后却连自己的人生都难控制。他想玩平衡，最后却只能被动抽身。他不想选边，最后却谁都不信。他活在夹缝，最后也死在缝里。没有被崇拜，没有被审判，只是被放下，像一枚旧印章，静静躺在历史角落。只有最敏感的指尖才能感受到它曾经的重量。1950年代末，一位年轻记者被派往新疆，采访边疆建设成就。他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跑了半个月，写下整整4本笔记。回到北京后，他在最后一页写下一个句子：我总感觉新疆地下埋着一个人留下的旧秩序。这句话没有发表，但在当时的编辑会上引发了沉默，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盛世才。他的名字仍不常被提起，但他留下的那套运作模式却以某种技术遗产的方式被继承了。比如新疆的行政划分制度，比如边疆地区的重点巡查和分区治理，比如一些早期的民族政策执行方式，甚至一些地方党政双线的汇报机制，都有那么一丝盛世影子。这些制度已被重构改写，但雏形确实是他留下的。他设计的不只是政权结构，更是一套围绕控制、维稳、多元整合的治理方法。而他本人在更广泛的历史记忆里依旧模糊。不同的历史书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干脆略过，有的在附录一带而过，有的说他压制进步，也有的说他稳定边疆。没人愿意给他明确定义，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明确的阵营。他不是民国政府的忠臣，也不是苏联的代理人，更不是共产党的一员。他只是一个在乱世中靠计算活下来的统治者。学术界后来总结，他是民国政权在边疆地区最具统治效果的地方军阀。这评价不高也不低，但对盛世才来说，恐怕也无所谓了。他关心的从来不是名声，而是生存。他一生的目标只有一个：活下来并保持控制权。这也是他和很多同时代人物最大的不同。他没成烈士，也没做英雄，没被枪决，也没流亡国外，没青史留名，也没身败名裂。他就像沙漏里的一粒黑沙，滑落了，但没人知道他原来在顶端。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新疆社会科学院在整理边疆档案时，发现一份旧时期未登记的特别保护资料箱，其中夹着一页黄纸，上面是一段手写的评语。他不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但他确实维持了一段边疆的秩序。他的罪不该被忘，他的能也不该被低估。落款处只有一个印章，无签名。那份材料如今所在档案馆 B 区，只在极少数内部研究时被提及。对于新疆来说，盛世才就像一场极长的夜晚，那夜里有黑也有光，有人在恐惧中活着，有人在秩序中生存。他用铁规矩和软洗脑织了一张网，网住的不是敌人，而是所有人。他不是拿刀治疆，而是用算盘。每一次让步，每一次调整，每一次沉默，背后都有明码标价。
他不会率兵冲锋，也不搞豪言壮语，他更像一个管账的管家，谨慎而冷静，直到最后一笔也写清楚了，才关账离场。而那个他一直紧抓不放的新疆，最终没有乱。无论后来谁接手，无论制度如何重组，最底层那点秩序感，确实是他埋下的。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件作品。他没有署名，没有夸耀，但确实存在。直到今天，有些边疆治理理念还能在他的设想里找到模糊的影子。他的生命已结束，但他留下的政治感官、治理逻辑，还有那种在风中不倒的适应能力，依然潜伏在很多治理者的思维深处。那不是谁教的，是历史教的，是生存逼出来的。他没留下著作，却留下了一个难以归类的样本，一个夹在国与国、党与党、民与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活人样本。他教会后来人，在风暴来临前，永远不要把自己压在一边，而是要想好怎么把船撑到最后。盛世才活成了一道历史谜题，有人厌恶他，有人佩服他，有人说他是墙头草，也有人说他是乱世枭雄。但无论怎样，他确实在历史最混乱的一角，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撑起了一块土地15年，而那片土地从未忘记他。夜深了，风也小了，故事讲完了。那片离海很远，离心更远的西北角，终于也跟着时代安静了下来。盛世才这个名字，在翻过那么多旧档、碎纸、模糊照片之后，也终于沉入历史的深层土壤。它不是梦，但也不该被遗忘。现在，你已经走完了一段不属于主旋律的历史小径，不是英雄史诗，也不是绝地反转，而是一段真实的、带着灰尘、沉默、不确定感的历史。它不讲道德，也不许你泪流满面，它只让你看到，在政治、民族、利益、命运的交织下，一个人如何活成一个机智。如果你听到这里，说明你已经穿过了那段漫长的风沙地带。现在，请闭上眼，想象一下夜晚的乌鲁木齐，街灯昏黄，广播里放着老旧的旋律，老百姓依旧在生活，孩子在背课文，老人坐在院里喝茶，而那个早已离开的盛委员长，也许正默默看着，不再言语。别急着醒，慢慢呼吸，让故事散开，像梦境那样慢慢沉入耳后。你已经不需要再多想什么，因为该知道的我们都讲了，剩下的就让时间自己去评判吧。现在要好好睡一觉。